有请主持人赵传。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暴龙眼镜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由暴龙眼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休闲旅游找途牛，下载途牛 APP， 手机预订更便宜。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爱宝粉丝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就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老师1对1的解答。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实时互动并分享至朋友圈，即可有机会获得实物大奖。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于继静于老师，欢迎于老师的到来。影视演员王丽云王老师，欢迎王老师的到来。华谊嘉信的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的到来。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的到来。今天第一对嘉宾，他们在爱情道路上碰到了怎样的坎坷？请看。我觉得2个人在一厢就彼此应该信任和支持，可是我男朋友总是听信别人的谗言，让我特别心寒。他总说我心事重，可是我觉得他比我重多了，还特别在意别人的想法。我现在总觉得是他朋友不怀好意，想拆散我们。都是他自己瞎琢磨，根本没有的事儿。所以我的男朋友一点都不向着我，太过分了。这个听来好像在爱情当中有第3股力量在扰动。那这第3股力量为什么会影响到这一段感情呢？我们一会儿来看看老师们怎么帮助他们。先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曾27岁，来自湖北，公司管理；女嘉宾小郑20岁，同样来自湖北，是服装店的店主。来，有请2位，有请。愿意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2位？没有秘密。我们没有秘密。哟，没有秘密啊，这倒是挺坦诚的。好像在小片里面，女生一直在抱怨哈。我就觉得他哥们儿和他哥们儿女朋友感觉老是要拆散我们呀，老是针对我一些东西。我感觉别人没有那个意思，只是他自己有时间多想了，知道吗？为什么会觉得说他的哥们儿要拆散你们呢？他哥们儿就是说我这不好那不好啊。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说我这个女人公主命啊，什么不会过日子什么之类的。别人只是开玩笑说一下。你说那一次我们一起，就是我这个我觉得那不是兄弟来我们家里吃饭，开玩笑说的。来我们家里吃饭嘛，都喝了很多酒，然后吐在地上。然后我当时说让他去扫一下，他都不愿意动手嘛。然后你哥们儿就说他公主病。就是说感觉他有点公主病，有点懒吧。哦，我就觉得不能因为这一点小事情就过来看我啊！今天是你在跟我过日子，并不是你哥们儿要跟我过一辈子了。就是因为这件事，他跟我唠了好一阵子，知道吧？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俩点了一桌子菜嘛，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哥们儿突然跟他打电话，说什么他跟他女朋友闹分手，非要让他过去，而且他哥们儿知道今天他在陪我过生日。他非要把我一个人撇在那儿，你说我一个女孩子多伤心多尴尬呀，那个地方。那别人打电话过来说那边的已经吵起来，我过去解个和，这朋友之间很正常的嘛。但是我觉得过生日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啊，1年就那么一次。然后过情人节也是同样的，他送我一条手链，然后我刷微博，他朋友说我这个人特显摆。他朋友说你显摆，说我显摆不说，而且还说老是在他耳边说让他不必要给我买那么贵的东西。我觉得他哥们儿老是在针对我，就是他跟他前女友还有他们4个人在一起，本来就关系特别好，后来他跟他前女友分手，他哥们儿老是在对我挑三拣四的。哎，你想多了，你想多了。这完全是你自己想多了吧？你就微博上这点事儿是吗？还有别的吗？也啊，还有很多呀。他这个人一点都不懂得美容这一块，知道吧？然后有一次他就问我，他说什么是法令纹，然后我就跟他讲，就是鼻子下面2条线。他哥们儿说我什么显老啊，什么说我皮肤皱啊，怎么样的。没有，别人只是一顺口一说，我感觉女孩子嘛注意保养。你说是不是？作为我的女朋友，别人说到这里的话，我肯定要问一下的嘛，因为毕竟作为男人不懂。他们说什么呀？他说那个法令纹。当时的话，我也搞不懂法令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回来我就问他嘛，该保养。他们是说他法令纹重还是怎么？说他感觉的话啊，他说感觉的话，你朋友好像有法令纹呢。哦，有法令纹了。然后我就回家去问一下嘛。要是有法令纹，也应该是你先有的呀。哎，这没什么呀，2位，这有什么呀？人靠衣装，马靠鞍，本来就是这句话。我拿他3000块钱买件衣服，他就心里都特不爽啊。我感觉衣服吧，几百块钱穿的舒服就好。
后来一件不说，衣服能穿多久？你知道吗？他把他衣服拿去退了，搞得我特没面子。那我退了以后，你不拿衣服，你又拿卡过去买了一件1万多的，卡都刷爆了嘞，你咋没说嘞？不是他刷的是他的卡还是你的卡？刷了我的卡。哎呀，就是因为这点小事情，就说我有公主病，我哪里有公主病了？我会不会过日子，不是因为取决你，又不是取决你朋友。你跟他哥们儿关系现在看来显然不好的是吧？是的，我就觉得他哥们儿老是就是说在挑拨我们俩之间的感情。那这个衣服，你买衣服跟他哥们儿有关系吗？怎么就没有关系了？我买了一件衣服，他也跟他哥们儿说怎么样的，然后他哥们儿反过来说我，他老是爱听他哥们儿的话，我以为他哥们儿是他爸呢都。那别人说的有道理，我可能要听的嘛。那你为什么自己一点主见都没有了？你没跟他哥们儿谈一次吗？这倒没有，因为他老是跟他哥们儿黏在一块儿，没有机会。刚才你说了，说他的前女友，他哥们儿和他哥们儿的女朋友关系不错，是吧？他们4个人关系一直都很好。那他跟他哥们儿黏的时候，你没找他哥们儿的女朋友聊聊这事儿？他哥们儿跟他哥们儿女朋友，我就觉得是串通的。我问你啊，跟前女友谈了几年？谈了2、3年吧。为什么分开呢？因为一些矛盾吧，也是一些感情方面的东西吧。你跟你女朋友分手，前女友分手，你哥们儿和他的女朋友是个什么态度啊？当时的话也没说什么嘛。你跟我们说句实话，你哥们儿对你的女朋友有没有意见？只是感觉对他有那么一丁点意见。我说的这个意见可不是小意见啊，就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姑娘可能不配你，或者你要跟她在一起你得吃亏，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有吗？没有，平时的话就是说一下，说他有点大大咧咧的嘛。哎，你为什么既然他跟他哥们儿那么好，为什么不融入他们那个圈子呢？我有试着去接近他们，只是他哥们儿跟他哥们儿的女朋友老是在说我这不好那不好，我完全当你面也说吗？当着面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说什么，老是喜欢在我男朋友耳边去煽一些风。好，我也让你做一次笨笨的选择题，在你哥们儿和你女朋友同时落水的前提下，你是先救哥们儿还是先救女朋友？2个一起救。完了，先救只能救一个，只能救一个呀。啊，肯定救女朋友啊。真的哈？必须的。那刚才为什么说2个一起救呢？如果说有2个一起救该多好啊，是不是？啊，好吧，你爱他吗？爱呀。你愿意为他跟你哥们儿绝交吗？绝交不至于吧？那这愿意吗？愿意吧。你再说一遍，你愿意为跟你哥们儿绝交吗？愿意吧。完全不是发自内心的。哎呦，你也是够矫情的姑娘。行了，辛苦你们了，4位大师，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交个女朋友，哥们儿之间可能有个参考，好的坏的肯定都有，你听听就罢了，还一五一十的转给人家。那女人，她心就是细，俗话说的小心眼儿，她回头找你后账，那不说难听了不活该吗？你自己把不住口，对不对？所以啊，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问题。所以我还有个特别担心哈，你带女朋友见过你的妈妈吗？见过。见过。关系处得怎么样啊？关系的话很好。真的很好吗？我就觉得一般般。一般般，看到没有？又自以为是，很好。就你这种处理能力啊，婆媳关系未来也是你道坎儿。所以啊，小伙子，我想说呢，没有大的原则上的事情，但是就是一些小的细节，把女人给伤了。所以以后就别拿哥们儿说事儿了。如果这段时间关系不太好的话，就稍稍的回避一下，然后慢慢的磨合一下。那么女孩呢，年龄还小，不过呢也琢磨琢磨，人家哥们儿说的话呢，确实有褒有贬，这个别太往心里去，慢慢磨合。刚刚开始这点事儿，的确是恋爱当中必经之路，它不是一个过不去的坎儿，好吧？好，谢谢于老师。我觉得这个男孩子还不够爱这个女孩儿。如果你要是爱她的话，你朋友那些事情都不会产生。2个人同时落下水，你还要救俩。你如果要是你足够爱她，你脱口而出，那我肯定救我女朋友。还有你们2个年龄差距比较大，这个女孩子在这个感情上好像是没什么经验，而且不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儿。你要是个聪明的女孩儿，首先，人说爱屋及乌嘛，你首先把她的父母和朋友圈这个搞定。现在你搞不定，你现在越来越弄，你越跟他的朋友们对立起来了。这个期间吧，
我觉得啊，我有几点我对你是有一定的看法的。你比如啊，你不是开服装店的店主吗？你为什么还要去买衣服？你自己在你店里挑2件不就完了吗？因为女人都爱美啊。你爱美，你那一服装不够美是吧？因为我觉得女人都要有属于自己的衣服啊，每个人都有逛街的时候，我觉得。您这个一下给刷的太多了，我也是觉得我都接受不了，真金白银啊，那也是不容易挣来的。我觉得你不能这么做事情，最起码吧，我觉得你不够理解他。如果他给你买1万，你说别，你买个3000就够了，这样的我就觉得两好并一好。现在是你花3000，然后他一不同意，你哐当来个1万，这个就不太好。我就觉得最起码。叫人听了心里很别扭，觉得你不够体贴人。我跟你说啊，王老师刚才这段话呀，也就是您说，这要是婆婆说，你说是不是会斗起来？麻烦了。但是你恰恰应该看到，就王老师说的这段话，可能就是代表他母亲那一辈人的思想的。所以怎么又跟他们处在一起，要往前走的话，还真是要认真听一听。男生，我问你几个问题哈。第一，和前女朋友怎么分手的呀？也是因为一些琐事吧，很小的事情嘛。那你那个朋友的态度是什么？当时的话，我那个朋友也劝了我很多嘛，劝不要分。哎，是的。哎，这是一个正常朋友的表现。然后就是说，感觉两个人在一起也是经常吵，吵了最后感觉，你说不想分的话，感觉两个人在一起没有那种一点意思没有了，也没有那种感觉了吧？你说那样一直交往下去也没用，就分手了。哎，后来还是分了。第二个问题，你觉得前女友好呢，还是现女友好？各有各的好处吧。各有各的好处。好，估计他会这么答。说的实诚。通常朋友，如果说哎，你说自己女朋友不好或怎么样，人家会劝。或者说很少有人说，哎呀，我那女朋友真差劲呢，然后怎么着不好。如果你自己不去向你周围的所谓最亲密的朋友去透露出你对现女友的不满，他们是不会类似这样的反应的。何况现在你这个好朋友和你的前女友也是好朋友，表面上看好像是你的哥们儿，为什么老横加干涉你们俩的事情？实则是你心中已经对女朋友有不满。所以最关键的那个问题，你自己真的够爱这个女孩吗？你真的已经完全把过去的那个前女友放开了？如果真爱这个女人的话，全身心的去爱。有些话没必要跟别人说，审视自己到底够不爱的。如果够爱，勇敢去爱，不要管别的人怎么说。其实你们的事儿啊，我特别能感同身受。坦率的来说，你们不是1对1的爱情，你们是3缺1。我们可以理解，一对夫妻和另外一对夫妻，彼此之间产生了友谊，就像在一张桌上打升级，久而久之，彼此就成了一个固定的约会，彼此之间就有了友谊。当其中有一位牌友要永远的离开这个牌桌，另外的3位一定会留恋，因为习惯了在一起，习惯了这样的友谊，所以他们会非常的留恋他。所以也就会有像你和你的前女友分手的时候，你的哥们儿拼命的去挽留，因为大家都会流于一种习惯，就像住久了的邻居走了，我们都会有办法干涉。而你也是一样，当你进入到一个新的牌桌当中的时候，另外3个人早已经在一起合作了很久，把你放了进来，你肯定是会有措手不及。但是一个新融入的成员就应该知道，其实一个人生存于其中，不光要有爱情，他也得有友情。所以你要做的是尽快的融入他们，而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味的让他在左右为难。每个人做好自己的本分，我认为这就可以和谐。就这样。回归到本质吧，考虑一下彼此爱不爱对方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亲爱的，对不起，可能是以前我太在乎我哥们儿的所说的一些话了吧。感情上的问题还是需要自己私下的去协商和解决吧。以后我会跟我那些兄弟啊、朋友们，让他们像感情的东西，最好还是不让他们插手吧。
我爱你。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彼此要有一个信任度。我希望你以后对于自己的事情或者对我们俩的事情稍微的有一点主见。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事情不需要外人的介入。我相信我们以后能过得更好。换箱子吧。他们俩也没个秘密，换什么呢？多无趣！你看你们两个人，请回，请回，请回。哎，请关门。我们来看看两个不知道如何划清边界的人，最后是如何选择他们的爱情。5、4、3、2、1、4、3、2、1，请开门。就是他。太高了不配，真的，你这身高跟人不配，也没个夫妻相啊，眼睛一大一小，人家大你小啊，算了吧，何必呢？你说呢？啊，好不容易走到一起，说算就算了。啊，那别勉强了，真的不配，不配。你看那法令纹，哎呦哇，配。就涂老师白教你的，你应该说嘛，关你什么事儿不就完了吗？这就其实是个原则，在别人攻击你心爱的人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就一点，反击，啊，好了，在这里要感谢卜龙暴龙眼镜为牵手成功的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旅游代金券，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来，开始，停。啊，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来，有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的时刻吧。哎呀！你们俩跳探戈呢？这什么意思啊？他腿上有伤，跪不了。那就别跪了，说出来，表达出来。我以后会有自己的主见的，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重要的。请亮灯，先把礼物送给你们，祝幸福哈！来，请回。好，谢谢你们啊，祝幸福啊！啊，最后一刻看出一点味道来了。我想尊重期间就不再问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下一对嘉宾朋友，他们碰到了怎样的困难？各位请看。当初我为了他放弃了很多，就是觉得我们能好好的在一起。可是谁知道他现在总是各种看我不顺眼，还大呼小叫的。作为女生，我也希望被照顾，可是在他那儿我这些都得不到。不被宠爱的感情，我还能再继续吗？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其实想法也很多。在一段爱情当中，放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一对通过今天的节目，他们的生活会改变吗？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崔，25岁，来自河北，是一名司机；女嘉宾小文，27岁，同样来自河北，无业。来，有请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愿意。愿意。为他放弃了很多，是吧？对。你的资料上面说你现在没有工作，这个算你为他放弃的一部分吗？算。以前是做什么的呢？之前是一份平面设计师的工作。刚开始，因为我们两个人如果一起工作的话，感觉特别忙，没有时间照顾家里面嘛。然后我就想吧，就是我把我的工作放弃了，然后那样家里打理好一些，然后照顾他也好一些。哦。但是我觉得，自从我放弃工作以后呢，然后他对我辞职不是我逼你的，对不对？你不能这样说呀。
然后我发现我辞职工作以后，他对我的态度越来越不好了。啊我觉得自己就像个保姆一样，每次都是，自己做好饭了，然后端到他面前他才吃，洗脚水端到他面前他才洗。男生，我想问一下哈，刚才女生说为你辞职的时候，你说了一个不是我要求的，对不是我逼你的，对，那这个辞职的决定是你们俩商议的决定，还是他单方面的一个决定？我跟他商量了，是谁提出来的？我提出来的。你提出来之后，他就同意了是吗？当时他也考虑了考虑，因为我感觉嘛，现在我们目前的收入还可以啊，我也能养活他啊，我就说不行，你把工作辞掉，然后在家，收拾家务。你们俩其实是恋爱关系对吧？对。怎么就下那么大的决心就把工作辞了呢？我是想着我们两个其实感情一直都挺好的，把我的工作辞职了，然后照顾他也好一些。刚才在这个你自己的这个陈述当中，你提到了一个就是，等于现在你在家里打理一切的家务，对，做什么他都不满意，对不对？他不满意也就算了，然后回来了就一直叨叨我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不好，弄得我连保姆都不如。我现在我没有在叨叨你，我在外边每天这么辛苦，有的时候吧，我喜欢上网打游戏啊，然后打游戏的时候，他老在我耳边老说我，就说你不要打，帮我干活。我说，你看我这么辛苦在外边，我每天早上走的特别早，有时候晚上回来的也晚，因为我这个工作嘛，工作的原因，我还得陪领导去应酬一些事情，回来很晚，然后有时候我想回来让他多听听我的想法啊，不要让他老叨叨，因为在外边领导有时候也叨叨我。可是你打游戏，他怎么听你的想法呢？不是，我就意思就是想让他听我的话，就是你别老在我面前叨叨了，你就明白了，你去做这些，你去干你活去，我玩会儿。就是你希望像领导一样的指挥你一样的指挥他，对，是这意思吧？对。他特别大男子主义，他就是觉得女的就是应该在家里面做一切所有的家务，然后男的就是在外面挣钱，回到家什么都不干的那种。他的这种大男子主义的极致表现是怎样的呢？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回到家什么都不干，然后哪怕是看电视，然后玩游戏、玩电脑，然后我做所有的东西，他都不帮我。我感觉他说的一点都不对啊！他说他会干家务啊，主持人你知道吗？他连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他都不会干。有一次我妈也过来看我们来，拿着苹果过来看我们来了，然后他就给我和我妈削苹果，人家别人削苹果都是削皮，他削苹果把里边的肉都削没了。我觉得人都不是完美的，你做错一件事情很正常嘛，你也不能当着你妈的面那样叨叨我吧。当时我也是着急，我就说了他两句，事后这个事儿给我没完没了了好长时间。你是怎么说的呢？我就说你会不会削苹果？你看人家别人削苹果，你怎么削的苹果啊？我说你还没我削的好，我以后我说你不会削苹果，边上站着去。他扭头就走了。就这么点事儿，为这个来。还有就是前段时间嘛，我知道他为了我好吧，然后就给我买了只小狗，因为我自己在家挺无聊的。但是他买了那只狗之后，他什么都不管，吃喝拉撒小狗都是我照顾。你管你会管，你管的这是什么呀？有一次我下班回来，特别累，然后我看那狗在那拉稀，拉的满屋都是而且那头都拉的头都抬不起来了。我说你怎么看狗的？我给你买个狗，好心意给你买只小狗让你养着。我觉得小狗生病很正常，你照顾孩子，孩子都会生病。你照顾小狗，它拉稀了，你带它去医院不就行了吗？你至于吗？再说当时我又不是闲着呢，我打扫那个卫生间的卫生，我怕你进去滑倒，我也是为你好，你至于那样叨叨我呀？你那样说我心里不难受吗？是我给他买的嘛，然后一开始是我先养了一段时间，然后也跟这狗有感情了。我看这狗也挺可怜的，我就当时对这狗有感情了嘛，我就跟他喊了两句。你跟他时间长还是跟我时间长呀？那不是跟他至于那样说我吗？咱不跟狗。你看呀，主人他就这样的，他在家也这样，他特别霸道，你知道吗？你这么点家务，让你看个狗，让你干到家务，你就这么娇气，你说你以后能干什么呀？你看他老这样叨叨我。之前有一次我带小狗去遛弯回来了，然后他身上沾了很多泥儿啊，不是，我还没来得及给他洗呢，然后结果他就把我那最心爱的裙子给踩脏了，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去死吧那小狗。裙子踩脏咱们洗洗不就行了吗？一个小破狗，然后他就先让我去死，说的我心里特别难受。不，你们还原一下，当时是狗把你的裙子踩脏了。对。你说了一句你去死吧。我说的是小狗啊。然后因为我事后跟他说了，这个不是你说的什么当时？我当时说的，我说。后来他就让我先去死。当时我也是着急，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一条裙子你知道吗？不行，我说以后脏了咱们洗，如果给你踩坏了不行，我给你买一条。”你每次都说买，你哪次买了？我有时间吗？你没时间，我半夜2点去给你买去。没有陪我逛街的时间呀。我半夜2点给你买去行吗？你看哪个上了2点开门？最让我生气的是什么呀？就是有一次小狗生病了。
然后要输5天液嘛，不是？然后结果到第4天的时候，我自己身体也挺不舒服，头特别疼。我说躺床上等他回来，然后他带小狗去输液。结果他回来不但没有带小狗去输液，还一顿抱怨我为什么不去，嫌我懒呀，怎么着的？他都不先问问我情况。我有那么说吗？你都不先关心我，你就先关心那小狗。我当时又不知道狗生病，我要知道狗生病，我肯定我当时不知道你生病，我要知道你生病，我肯定先带你去看病的，对不对？你心里面装的全是你的小狗。这个女生过去对她在家里面的大男子主义没这么大的抱怨情绪是吧？之前没有，就自从我辞职之后，我觉得她这性格越来越这样了。加上这个狗来了，你跟狗在争风一吃醋的是吧？对，我觉得我在她心里面还不如那只小狗呢。到底是狗重要还是她重要？当然她重要了，狗确实不重要哈，狗也重要。因为狗是我在外边工作的时候给它的一个玩伴伙伴能就是那就相当于是你。对。明白了，是这么个意思啊。那姑娘，我因为他连狗都照不好，他怎么能照顾好你呢？是吧？是这个意思啊。那这狗是一试验品是吧？对，就是女生的家政试验的一个考试，对，这个意思吧？是的。好，那我再问一些基本信息啊。2位这个恋爱多久？2年多了。2年多哈。辞职多久？1年多。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在你比如说待了3个月以后，你发现这个男人因为这种事情就跑，你为什么没再去工作呢？这不是都是因为他吗？就想把家里照顾好。如果我去工作的话，家里一切的事情都没有人照顾了。那就说人家还不能双职工了。他平时又挺忙的，起早贪黑的。你还心疼他？我是觉得我们2个好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他脾气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我是真的接受不了，毕竟我也是有感情的。他不能说就把我说完了，他每次说完我他没事了，但是我气儿就上来了。什么脾气你真不了解吗？再了解，我觉得一个人的忍耐是有限的。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什么脾气吗？我们真的还不了解。我这个人特别容易急，就是说有什么事儿我就立马能说出来，立马办。看到哪不顺眼了，我就想说一下。如果说错的话，我会再跟他道歉。他给你道过歉吗？也有，但是每次都是把别人火逼起来了，然后他再道歉，我觉得没什么意义了吧？就比较犯贱，先把你骂了，你一急他就错了，是这意思吗？对，如果他脾气再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走不到最后了。如果真的说他的性格能改一改的话，还可以再继续下去。我感觉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咱们互相的应该。各位老师，改造一个人的性格，你们行吗？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南方一直有个口头语，比较累，比较忙。你知道你为啥累，为啥忙吗？为什么？你一个人得养2人呢，还有你那狗得仨呢。对。所以你很累吧？是。这个结局是怎么造成的呢？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让他做所谓的这个全职太太，对你现在的情况有着一个必然的联系吗？你的职业是司机，对，司机来讲的话，收入一般不会都太高吧？我感觉我们2人现在生活状况应该能稳定下去，能稳定下来啊。那应该说还有家里的帮衬吧，应该说啊。但是如果没有了家里的帮衬，未来会怎么样？你考虑没有？你别忘了，当你决定和你的女朋友提出让她做全职太太的时候，就相当于你布了这么一个局，也相当于你废了她的武功。那么3年2年她还可以找到工作，如果再时间长的话，她想找工作都非常难了，她都脱离社会了。另外一个，你把她一个人关到家里面，那个狗替代不了你。你回来以后，她想跟你说话吧，想倾诉一下吧，那你又不爱听，所以这个局是你自己造出来的。还有一个如果你做决定了。你说那你做全职太太 OK， 那你也要尊重全职太太，全职太太干的活也不比你差哪里去，你不能觉得说你做全职太太了，我就有理由和权利来指责人家，不管是干什么，只是为家庭服务的方式不一样。行了，说完男生之后呢，就说女生吧。这个你也看到了，当你做了所谓的全职太太之后，身份怎么样？降低了是吧？原来2人是手牵着手并肩走的，现在有点跪着跟人走道，所以这个问题也别怨别人，你们走得太快了，还哪到哪儿呢？就还没领证呢，还没怎么着呢，就当全职太太了。所以我的建议你还官复原职，然后该工作，2人这个感情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如果这个不改善，
未来你们俩的情感交流会越来越有问题，你的越来越低微，越来越没面子。当你哪天你不会上班的时候，你必须还得依赖他，他骂你打你都得听他的，那你走投无路了，好吧？谢谢谢谢。我特别同意他的看法，你们两个之间因那些琐碎的事情，实际是一个表面现象，是一个结果，而追其原因，就是因为你放弃了工作，他一个人在养活你。那么我们先说这男孩子，你为什么让他辞职呢？你没有更多的家庭负担吗？他只是在家伺候你一个人。那么很多人都在外边工作，然后都回家了，我们自己一块儿做饭，我们一块儿来奋斗，一块儿。你为什么非要让人家一个女孩子学了平面设计的这么一个好的专业，然后放弃了工作，在家伺候你一个人？因为当时我追她追的挺辛苦的，我也不想让她出去再工作，因为你怕她跟别人走了。对，你想让她和社会隔绝。你这个有点金屋藏娇的意思，你这个打算是完全错误的，你没有从实际出发。你的工资，你说我们还够，那你生活只满足于够吗？如果你们结婚，你是不是需要钱？你将来生孩子需要钱，建设一个家需要钱。我让他在家也没有说，当时也没有考虑那么多，就说我的工资啊什么的这些，我就想就想让他与世隔绝。不是，我就想他在家照顾我啊。我觉得你这个出发点是错的，这样的就把这个事儿弄畸形了。再说这女孩子，我觉得太没有主见了。你现在经济上完全没有独立，你当然依附于她了，让她来养活你，那么你就没有话语权。她挑你挑的一愣一愣的，你自己就完全没有反驳的机会。人家会说你吃我的，花我的，我在养活你，你现在就是要为我服务，你就是要伺候我，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你的错在你不应该辞职。女人一定要自立，如果要是继续走下去，你与世隔绝了，没有自身价值了，将来那结果更不可收拾。男生，你对这个女孩是爱吗？爱。但我分明感受到的是占有。你为什么让她辞职？不是因为你要让她过上更自由、更幸福的生活，而是为了占有。咱们坦白地说，如果她不辞去工作，自己接触的圈子很大，又这么亭亭玉立，又很漂亮，你是否能追到她，是否能够长久在一起还不一定。而你自己非常清楚，你在跟她在一起面临的别人的这种竞争会很激烈，你拿不住她，所以怎么办？第一步，切断她跟那些社交网络的那种关系，你让她没有工作。第二一步是什么？让她照顾你，放弃了本专业，放弃了自己很好的发展前途，居然在家做家务。这做家务她的确不擅长，从削苹果就能看出来，但她为你而做。你现在呢得寸进尺，不光让她照顾你，还让她照顾狗。我们这么说，她跟狗比，当时赵川开玩笑，但是我觉得她连宠物都不如啊。狗生病了或者踩她裙子，你向着谁呀？而且你看待它，其实就相当于看待一只宠物一样。你亲口说的，你回来，我回来了，忙一天了啊，我还要陪你去逛商场吗？还要跟你聊天吗？该干嘛干嘛，你该干你的事儿，干什么呀？干家务、照顾狗和我，你应该干什么呀？玩游戏呀，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呀？那你这是爱吗？女孩，其实我个人呢倒不排斥说全职太太，但是一定得讲究条件的。物质条件是一项标准，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心态和对方的爱是否够夯实。在家可以，但绝对不能沦为保姆。不要把照顾家和做家务划等号，所有的重心都是围绕这个男人转，那你就离死的时间就不远了。以你现在的条件，以对方如何对你这所谓的爱的话，我劝你还是出来工作。只有找到了一个自己的自身价值，才能配去拥有一份爱。事实上证明，在家里做大爷的男人，在外面一定是孙子。我们老板反正老使唤我。所以你要找平衡感嘛。在外面别人是怎么对你，你回家就怎么对自己的媳妇儿。你这不是大男子主义，你是典型的小男子主义。
你利用你的女朋友对你的爱和尊重来去平衡自己内心的感受，来刷存在感。其实你内心的台词就是：你看我天天在外面被别人不当人看，回来你一定要把我当大爷伺候，否则的话你就没法平衡。但事实证明，其实在外面越有本事的男人，在家里越会重视对妻子的感受，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像自己一样被别人使唤来使唤去，那叫感同身受。你这叫什么？你这不是感同身受，不是将心比心，是把我受到的伤害要转移到你身上。你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的人。其实说句实在话，我最痛恨的就是这种男人。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哪儿来的存在感？你说你养得起他，他要是一旦工作，他工资比你高，你立马就软趴趴的，你信吗？你那一点小小的可怜的自尊心，就被你那点装腔作势每天在支撑着，是吧？给我端洗脚水，苹果都削不好，一边站着去。长此以往之后，当你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可能在外面红旗飘飘的事儿就接踵而至。因为你逐渐的在他心目当中丧失了你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妻子的地位。女人不是不可以辞掉工作在家做全职主妇，关键是在于这个男人怎么样。第一，这个男人到底有没有本事支撑一个家？首先是物质上的，他真有这个本事吗？我就不说别的，对你好不好，就纯说物质，他有这本事吗？一个月赚多少钱啊你？5000多。5000多，你将来生孩子怎么办？读书怎么办？就你靠你一个人。如果到了以后你们俩要是结了婚，家里如果一旦入不敷出了，需要一个人来承担的时候，他又不得不出去工作，那会儿他又没有了社会接触的经验了，你让他怎么办？那时候他会更惨，家庭生活矛盾会更多。所以说，第一，这个男人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第二，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懂得尊重。一个男人的基本义务就是让自己的女人快乐和幸福，而不是去奴役她，把她当成佣人来使唤。所以说，姑娘得好好的思量和考量一下，就这样。你现在要摸着你的良心想一想，你到底爱不爱他？你是为了爱他，还是为了占有他？女生其实经过了这么2年的恋爱，你可以仔细的回想一下，尤其是做了他的全职女友之后，你自己在哪儿？我想在一段情感里面，如果把自己丢了，问题会更大。下面的时间属于他们自己，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我们在一起也有2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在一起也有甜蜜的时刻，对不对？也有幸福的时刻。我为了你也做了很多，虽然确实我今天听完老师和专家们的这个解释以后，和对我的这个批解以后，我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也希望你在这儿能原谅我，我真的很爱你，真的，我会反思我自己的毛病的，原谅我好吗？哎，请亮灯，2位交换箱子吧。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请关门。在这样一段情感关系当中，其实给我们最大的冲击和感受的是平等和尊重。徐总啊，你说他会出去工作吗？还能出去工作吗？我觉得有点难。我觉得基本丧失了，他好像很依赖他哈。对，第一呢，他现在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挺享受现在的生活，他本身内心是有惰性的，不想工作的。否则不可能因为别人说几句话就能放弃了自己的追求。所以人家说嘛，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嘛。没错。尤其在情感关系当中，一起数5个数，5、4、3、2、3、2、1，请开门。你看看，来，有请。我先看这女孩箱子里，你们俩站一起吧。女生写的，我们恋爱时我还没毕业，大4时回校，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你送我到火车上，跟我一起去了广州。为了和我待在一块儿，补了一张站票，一路到广州。当时真的是被你感动到了。你看追的时候那多费心思啊，追到手了就狗都不如了，是吧？那时觉得你好帅。
现在你总是说我，我也知道你为了娶我，给我好的生活拼命的工作很辛苦，但我也希望咱俩别再互相吵了。我希望咱们能像以前一样，生活中都是感动啊。所以这里没提他去工作的事儿啊，这里没提他自己去工作的事。所以说他还是享受了嘛，因此也就无所谓了，对不对？我要看到这个了，我抽我10个嘴巴子我也不出来啊。你看这男生是怎么说的啊？送你特特应该是狗吧？对，送你特特让你辞职，和你喊，都是我爱你的方式。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你也喜欢这个是吧？最后一个不行。辞职是喜欢的是吧？所以他享受这个没办法。感谢 Bloom 暴龙眼镜为牵手成功的嘉宾提供的大奖。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你们自己喊开始，自己喊停，好吗？转，停。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来，有请。谢谢你们俩啊，请回，请回。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吧。我以后会好好对你的，我爱你，嫁给我吧，好吗？我爱你。跪都不跪你。别生气了啊！我以后好好的改改我的脾气啊。能改是最好的啊！祝你们幸福，请回吧。哎呦，当你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家长确实要反思了。提供了特别好的物质条件，结果让我们孩子成为这样了，这到底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不幸呢？家长朋友们，好好的反思一下吧。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老图有话说。甜甜圈的用户默默520提问：我和男友分手后，他找我和好，我要面子没同意。3年后，我发现我忘不了他，找他和好，可他说他回不来了。我很绝望的和之前追我的男生结了婚，但我后悔了，对前男友还牵挂，我好纠结，该怎么处理我的感情？Bloom 暴龙眼镜提醒您：其实人总是有任性的时间，有任性的年龄。但是在任性的同时，请你不要去伤害别人。你哪怕是一个人孤独着，那种任性也是一种骄傲。就这样。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暴龙眼镜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由 Bloom 暴龙眼镜冠名播出。本栏目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休闲旅游找途牛，下载途牛 APP， 手机预订更便宜。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在这里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传递生